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流量明星就不配演戰爭片？肖戰用實力證明可以。流量明星演戰爭片不被看好，幾乎成了華語影視圈的默認前提，而肖戰偏偏選擇在這個前提之上正面硬剛。電影《德賢景致》官宣之初，質疑聲幾乎是炸鍋式的存在。冷檔期上映，中小體量製作，戰爭題材疊加現實主義表達，再加上肖戰身上的流量標籤，在某些人眼裡，這幾乎等同於風險集合體。甚至有人放話，票房要是過億，我倒立洗頭。當時的質疑不只針對電影，也直指演員本身。肖戰的演技撐得起戰爭片嗎？流量臉能不能承載沉重歷史？會不會只是粉絲抬轎？然而，上映14天後，答案已經寫在市場上，票房突破3.4億，回本無懸念，盈利基本鎖定。那些提前判定必撲的聲音集體失語，行業不得不開始反思，是不是低估了這部電影？是不是低估了肖戰？更重要的是，是不是低估了觀眾的審美判斷？德賢景致本身就不是一部安全牌的戰爭片，它沒有選擇宏大敘事，沒有站在高處俯瞰戰局，而是把鏡頭壓得很低，落在戰火中的普通人身上，用黑色幽默包裹沉重現實，用荒誕呈現殘酷真相，控訴日軍罪行的同時，也在討論生存、尊嚴與以戰止歌、守護家園的終極命題。這種敘事選擇本身就已經比很多同類型作品更大膽，而肖戰的表演恰恰撐住了這種複雜氣質。他飾演的莫德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英雄人物，而是一個被戰爭反覆碾壓、精神早已千瘡百孔的普通人。與妻子相處時，他的表演幾乎是反戲劇化的，麻木的神態，下意識的躲閃眼神，那種幸存者創傷後的遲鈍與自責，被他收得極緊，卻真實的令人不安。到了關鍵情節，他的爆發又是精準而克制的。拉起旗杆，選擇與日軍同歸於盡的瞬間，恐懼與決絕同時存在。肌肉微不可察的顫抖，眼神短暫失焦，像是人在極端恐懼中逼迫自己做出清醒選擇。再到後段綁定機關炮掃射，幾乎沒有台詞，靠面部肌肉的抽搐和眼神的死寂，把無聲的堅毅演到極致。那不是熱血，而是一種被逼到盡頭後的冷靜赴死，揪心到讓觀眾跟着紅了眼眶。這是典型的靠表演完成角色，而不是靠身份標籤撐場面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肖戰選擇這個角色本身就很勇，他完全可以走更安全的商業路線，用流量優勢去換取更輕鬆、更討喜的角色，卻偏偏選擇了一個有厚度、有難度，甚至並不討巧的戰爭人物。這不是討好市場，而是對演員身份的一次主動升級。事實也證明，流量不是枷鎖，演技才是通行證。肖戰這一次不只是為德賢景致扛起了成績，也為流量明星能不能演好嚴肅題材這道陳年偏見狠狠敲了一錘。他證明了，只要態度端正，能力過關，流量不僅不會拖累作品，反而能把嚴肅題材帶到更廣闊的觀眾面前。所以，與其再問流量明星配不配演戰爭片，不如換個問題。當觀眾已經看懂了表演，行業是不是也該更新一下偏見了？這一局，肖戰贏得漂亮。